仁和14年，老皇帝病得很重，身体越来越不行了。皇太后命令还在上高中的皇太子李信，赶紧和皇室安排的新娘结婚。和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孩结婚，还不如和自己暗恋的女朋友孝琳在一起。交往的女朋友孝琳更好，李信找到学校里的她，直接求婚了。但孝琳梦想成为芭蕾舞演员，不想一辈子被困在皇宫，所以她拒绝了李信的求婚。这一幕被偶然路过的彩静听到了，正巧手机铃声响起，彩静慌忙逃离现场。放学时还是被李信发现了穿运动裤的彩静。皇太子上前警告他，要是他不能保守秘密，他周围会很不安宁。彩静内心很不是滋味，原来两人在学校里也有摩擦。因为一个意外，彩静撞上了皇太子，不小心弄脏了他的白鞋。彩静急忙道歉，蹲下来用围裙擦鞋。皇太子显得不领情，不耐烦地脱下鞋子。这傲慢的态度让彩静很不爽，他大声对皇太子喊道，我不是你的奴隶，就因为你是皇太子就了不起，我在家里也是公主好吗？然后把鞋子扔向了皇太子。他的大胆行为引起了一片惊呼，这让皇太子开始重新看待他。他指着他说，你敢反抗，很有种，真是又可爱又直率，然后表示开始对他感兴趣。然而这都只是彩静的幻想，现实中他只敢在原地偷偷抱怨。信那自大的样子让彩静很反感。这时候家里人已经把彩静当成太子妃了，但彩静怎么也不愿意。在父母的逼问下，他透露太子其实已经有女朋友了，对方是个富家女，既美丽又富有。彩静在他面前感到很自卑。皇太子和本校女生订婚的流言在校园里四处传播，女朋友听后得意的笑，误以为大家在说他，却被皇太子告诉他要娶的不是他。不久就到了见皇后的日子，妈妈把彩静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彩静心里还在挣扎是否真的要嫁给太子。突然间门铃响起，他们以为是宫里派人来接彩静，没想到是来催债的。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贴了红标签，连妈妈新买的缝纫机也没能幸免。妈妈恳求债主给他们一点时间，发誓会还清债务。催债人却不肯等，甚至侮辱性的在爸爸额头上也贴了红条。爸爸无法忍受这种侮辱，与催债人发生了冲突。彩静试图劝架，却也被卷入其中。正当这时，宫里的人到了，这让彩静感到有了底气。她站在爸爸前面大声斥责他们。家里一片混乱，这让彩静坚定了决心。她和弟弟要回了婚戒，然后头发凌乱但态度坚定地走向迎接她的工人。被迫的彩静显得有些迷茫，进了宫。结果由于笨手笨脚，差点出了大错，幸好最终没事。面对高傲的皇后，彩静还是鼓起勇气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希望婚后能帮助改善家里的状况。皇后面对彩静的请求显得非常鄙视，幸好这时太后出现了。和蔼的太后很喜欢可爱的彩静，想要和她好好聊聊，但彩静不懂古语，王室成员听不懂现代词汇，交流最终无果。尴尬的彩静正想离开，这时碰到了未来的丈夫，冷漠的李信。面对未知的皇室生活，彩静内心五味杂陈，加上朋友们都说结婚应该是与相爱的人一起。彩静冷静下来后，急忙拿回戒指想去退婚，但皇太子和他的婚事已经传遍了全国，再后悔也来不及了。他翻看报纸，发现自己中学毕业时的糟糕照片，心情沉重。彩静感到悲伤，整夜难以入眠。他没意识到外面已经被媒体团团包围。清晨被弟弟急急摇醒，睡眼惺忪的彩静穿着睡衣就出门了，直接出现在众多记者的镜头前。他在报纸上看到了自己孤独的身影。看到这一幕，太后忍不住笑了出来。皇后对即将迎来的这位儿媳表示强烈反对，但皇帝和太后都坚持这场联姻对皇室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回到学校，李信找到彩静，警告她不要出丑。彩静反问他为什么不选择自己喜欢的人结婚。李信解释说，他不想让自己喜欢的人受困于皇宫。面对李信的咄咄逼人，彩静尝试反驳，正巧遇到检查仪容仪表的老师，老师追着彩静要她换掉运动裤。无奈之下，彩静只好在逃跑中脱下裤子，恰好被新转来的男生李律看到。李律是今天刚转到彩静班级的学生，原本皇太子的位置应该属于他，但他的父亲在14年前因车祸去世。5岁时，李律随母亲移居英国。这次听说李信要结婚，他的母亲催他回国，把握机会夺回本该属于他的王位。皇后找到自己的儿子，劝他要警惕李律，但李信并不在意。彩静只能无奈地接受成为皇太子妃的现实。穿戴整齐，彩静准备正式进宫，开始学习皇室的各种礼仪。从入宫那天起，她就要开始学习宫廷用语和婚礼流程。对一个习惯自由的高中生来说，这种生活既枯燥又单调，但彩静总能找乐子，和宫女们一起玩耍。最终被管理宫女的崔尚宫抓了个正着。崔尚宫用小计让彩静乖乖听话。经过1天的学习，彩静还要面对考核，她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成功混过了考核。相比之下，这些冷酷的训练，李信的冷漠让彩静感到更加心寒。李信最终告诉彩静，结婚后他唯一能保证的就是，要是你受不了提离婚他就答应，只要彩静提出他就无条件同意离婚。因为皇室里从来没出现过这种事，毕竟从来没有庶民出身的皇太子妃，所以这次的婚礼民众的热情高涨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成千上万的民众挤满了宫门口为他们欢呼。太后也不禁感慨，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来。
看到这么多人来参加婚礼，他感到非常惊讶。他高兴地看到韩国文化得到传播，但又担心彩静在婚礼上可能会犯错，那样的话，皇室的颜面就丢到全世界去了。但整个婚礼流程中，彩静居然一点差错也没有，太后和皇后都感动得差点哭出来，证明他们的教导并非白费。原本来看热闹，希望彩静出丑的那些财阀公子哥们，冤枉落空了。这时，全世界的记者都在直播这场盛大的婚礼。彩静本以为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婚礼结束，她准备好大喘一口气时，没想到意外还是发生了。婚礼最后，总理带着文武百官向彩静行礼。彩静回礼时，没想到头上重达10公斤的假发竟然掉了下来，正砸在总理的后脑勺上。彩静慌忙向信求救，她却装作什么都没看到。惠正宫的初衷是想让儿子在大婚当天露面，可李律没有按照计划行事，他独自一人回到了以前的宫殿，沉浸在有父亲在时的回忆中。婚礼终于结束，只剩下2人。信试图唤醒已经累瘫的彩静，结果发现她正做着美梦。幸好彩静及时醒来，但在这种情况下，她宁愿继续睡。婚礼后，彩静希望从信那里得到些安慰，可她依旧冷漠如初。看到彩静那受伤的表情，信还是伸出了手，表示愿意作为朋友倾听她的苦楚。结果彩静狠狠地咬了他一口。曾因为芭蕾梦想拒绝了信的求婚的孝琳，终于被皇家芭蕾学校录取。但在签字的最后一刻，电视播放了信的大婚场面。孝琳看到电视里那本应属于自己的一切，心中不由生出后悔。她决定放弃芭蕾舞梦想，返回韩国。婚礼结束，他们正式成为夫妻的第一天。初次体验皇室生活，彩静觉得新奇又兴奋，对于皇太子妃的种种特权非常满意。她有了自己的贴身女侍卫，英姿飒爽，还有了属于自己的巨额财产。看到账户上的9位数余额，她乐得合不拢嘴，兴奋地列出了自己想买的所有东西。新婚后，2人第一次一起去上学，信却对彩静那副寻常模样不屑一顾。彩静一夜之间从灰姑娘变成了公主，却遭到了同学们的排斥和冷漠。看着昔日好友变得冷漠，彩静不知所措。唯一愿意接近她的是新转学来的绿。信在学校偶遇回来的孝琳，孝琳向他表达了自己的后悔，后悔当初全力投入芭蕾舞。信听后没说话，转身就走。彩静发泄完情绪后回到了教室，朋友们让她站到讲台前。彩静本以为要受罚，没想到朋友们为她准备了一个惊喜派对。绿看着这些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不知不觉中和彩静走得更近了。看着信和彩静一起离开学校，绿心里也开始打起了小算盘。彩静去酒店见了自己的恩师，出来时恰好遇到了有一面之缘绿和他刚回国的母亲。在恩师那里了解到绿的真实身份。彩静在皇宫里吃着晚饭，听信告诉他，除了要学习古文，还得陪皇帝一起看电影。他感到疲惫不堪。电影结束后，皇帝询问彩静的感想。彩静从自己的设计专业出发，聊起了很多关于韩服的知识，让皇帝听得很是高兴。回到房间的彩静给家里打电话，了解到自己的婚事，让妈妈的保险事业迎来飞跃。听着父母的声音，挂断电话后，彩静感到空虚无比。她想去找信，看到他一个人抱着小熊，神情落寞。他以为他是因为婚事而难过，指责他之所以答应结婚，是为了搬离现在的宫殿，自己感觉像是被当成了商品。信也毫不示弱，反击彩静，指出她嫁给自己也是冲着钱来的。彩静被信的话伤到了，心里特别不好受。看到彩静哭着跑了，信也慌了神。彩静出去透气，没想到碰到了绿，吓了一跳。在和绿的交谈中，他了解到了他的身世和在宫里的地位。信回头看了彩静推荐的那部剧，意识到自己刚才说的话太过分了，于是找到彩静，主动承认错误，还说要让彩静的家人来宫里。结婚后的彩静依旧需要学习宫廷礼仪和古文，可学习进度真的很慢。于是皇后命令催上宫，哪怕延长学习时间也要确保完成。今天彩静的父母来宫了，彩静高兴极了，她以为时间一到就能下课，结果被催上宫拦下了。她说必须学完了才能见父母。下课后，彩静急匆匆地过去，看到了父母留下的字条和泡菜，她心里非常难过。看到信那副冷漠的样子，彩静指责她连陪父母都不愿意，只会摆酷。侍从赶快解释说是因为想让彩静和父母多聊会儿，信才故意避开。彩静意识到自己误会了信，赶快过去道歉。看着戴着耳机的信，她以为他听不见自己说话，于是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他喜欢孝琳吗？一想到可能和他结婚就很难过。结果信走了后，他发现他根本没听歌，自己的心声全被他听到了。彩静羞愧得赶快跑开了。转眼又到了信的生日，孝琳打扮得非常漂亮，出现在宴会上。彩静看着孝琳和信的朋友们聊得开心，心里感觉很不是滋味。彩静被信的一个朋友用外语开了个玩笑，她觉得很尴尬。后来从侍卫那里得知自己的朋友悄悄来了宴会，看到朋友们，彩静非常高兴。到了送礼的环节，信的朋友们都送了很贵重的礼物，彩静拿出了自己亲手画的鞋子，她的礼物被信的朋友们取笑了。彩静心里很难过。信的朋友更过分了，指责彩静坐了孝琳的座位，讽刺她像大人一样随便坐别人的位置。信却没有制止他们。彩静的朋友们都在为她鸣不平，可彩静自己却说是自己占了孝琳的位置，还不小心说漏了信向孝琳求婚的事。绿看到大家闷闷不乐，就悄悄把彩静推下水。
大家开始开心的玩起来。信默默地注视着快乐的彩静，拿出了他送的礼物，回想起两人初次见面的情景，穿上了画的鞋子。这时候孝琳过来给信戴上耳机，亲密地靠近他。这一幕被偷偷溜进来的记者拍下了。多亏了绿，彩静在宫中的生活变得多彩。彩静背诵绿教的诗句，在皇太后面前大放异彩。为了表达感谢，彩静高兴地到学校把基本技能传授给了绿。这一天，皇太子夫妇参加活动，信被当众丢了鸡蛋，彩静想去安慰他，被绿拦下了。绿说这时候孝琳去安慰更合适。信看着两人笑闹，心里很不是滋味。不过还好，彩静最终还是去安慰了信。信吃醋地责怪彩静在侍卫和小叔子面前笑闹，彩静急忙抱着他道歉。被老婆安慰好的信去骑马散心，听到朋友们还在嘲笑彩静，说他得投胎才能变天鹅。这次信终于为老婆辩护了，原来那次被丢鸡蛋是绿妈妈的阴谋，为了争夺宫廷权力而布的局。惠正宫得知孝琳是信的前女友，于是开始接近他。同时皇后得知惠正宫回国开了瑜伽馆，心里非常不安。皇宫里今晚即将举行舞会，信看到彩静身着华丽的礼服，不知不觉被迷住了眼。舞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惠正宫带着绿华丽的出现，现场燃起了璀璨的烟花。彩静去看烟花时不小心丢了鞋，信及时赶到了现场，在所有人面前甜蜜秀恩爱。彩静逐渐适应了皇太子妃的角色，民众看到彩静的开朗笑容，越来越喜欢她，这让孝琳感到非常不安。孝琳回想起和信的美好时光，还有惠正宫对她说过的话，她更坚定了要夺回太子妃位置的决心。彩静自从进宫后就没有回过家，非常想念自己的父母，想让信带她回家。信却嘲笑她连宫里的课都没学完就想回家。彩静一气之下把做的信的人形玩偶给暴揍了一顿。没想到第二天信竟主动向长辈提出了这个请求。皇帝考虑到彩静想家的心情，还有作为皇太子的信应该更多接触民间，所以批准了这个请求。彩静高兴极了，眼睛直盯着家的方向。信看着妻子的模样，忍不住偷笑。这是信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普通人，对彩静的家庭充满了好奇。可彩静的家人对这位高贵的女婿稍微有点不适应，整个过程都小心翼翼的，因为家里房间不多，晚上彩静不得不和信睡在同一个房间。调皮的信开始调戏起老婆来，两人为了谁睡床争执不休。彩静看着心爱的信，只好躺在他身边，心里憋着劲，总想扑过去。半夜信去厕所回来，听到父亲要送饮料进来，赶紧跑回房间，赶紧摆出了睡觉的姿势。醒来的彩静后悔不已，认为自己还是没控制住，像饿虎扑食一样，内心非常烦恼，最终让信独占了小床。第二天，信体验着彩静家的日常，感受到了家庭的快乐和温暖。因为昨晚的亲密接触，彩静一看到信就有扑过去的冲动，这种想法变得越来越强烈了。怕人家以为我有问题，彩静努力控制自己，不经意间回头看到了信的背影，不知不觉就走了过去。时间飞快，1周就这样过去了。回到皇宫的皇太子夫妇见到了一脸严肃的母后，信回想起彩静的家人，心里五味杂陈。幸好这时彩静出现了，把闷闷不乐的信逗笑了。信向长辈提出要为彩静配备专车，太后娘娘就把自己曾经开过的像老朋友一样的古董车赠给了彩静，还叮嘱彩静要好好保养这辆车。有天信躲起来了，被彩静找到了。彩静刚要告诉侍卫信在阁楼，信及时阻止了他。两人正在温馨时刻，孝琳打来电话。孝琳受到惠正宫的启发，决定仿效英国的卡米拉。卡米拉为查尔斯王子等了35年，在这期间对戴安娜王妃表现得非常友好，最终成功取代戴安娜嫁给了查尔斯。孝琳建议信带彩静去骑马俱乐部，还说要亲自教彩静骑马。事情还没结束，孝琳找到了绿，告诉绿他知道他想要什么，提醒他如果信不成为太子，那么现在的婚姻也将不复存在。绿向彩静暗示说信不会真正爱上他，信心里真正爱的是孝琳。而这时信正远远地看着他们。那天信和绿约好一起打马球，结果两人撞到一起，都从马上摔了下来。工人们纷纷赶来，彩静看到没人理会绿，转身去安慰他。信看着这一幕，心里酸溜溜的。醋意大发的信一气之下，独自前往泰国进行访问。事后彩静非常后悔自己当时的行为。孤单的彩静天天想念信，给他打电话，但信还在生气，没回他的电话。无聊的彩静出于好奇，不小心把太后娘娘的老爷车撞了。皇后听说后责怪彩静手忙脚乱。这时太后来找彩静，以为又要挨骂，没想到太后温柔地安慰着她，让彩静内心十分感动。看着眼含热泪的彩静，太后告诉她，信在立功前告诉她，彩静的眼泪就像溪水般清澈，这让彩静越发的想念信。这天彩静在学校试图再次给信打电话时，偷听到同学们对自己的嘲笑，内心十分受伤，期待能在信那里得到安慰。可是电话一如既往的拨不通。彩静看到绿后，哀求他带自己到皇宫以外的地方。离开前伤心的彩静忘记了手机没拿。这边孝琳跟朋友们也来到了泰国，孝琳找到信向他诉说自己的思念之情，最后请求信送他到机场。结果两人在路上遇到了记者，上演了一场公路追逐戏。到了机场后，孝琳吻了信，得逞的离开。送走孝琳后，信骑着摩托车及时赶到了会场。
并发表了精彩的演说。与此同时，为了寻找消失的彩金，宫里早已大乱。在植物园，彩金告诉绿自己已经喜欢上信。两人回到皇宫，皇后大发雷霆，对彩金下了闭门思过的惩罚。绿看到如此可怜的彩金，感到无比心疼。回到家里，对母亲说希望他能帮助自己成为皇帝。通过法律的帮助，彩金参加了接见威廉王子的国宾活动。期间绿时刻都在照顾着彩金。结束后看到彩金也没正经的用过餐，还准备了巧克力。彩金十分感动，感谢绿为自己做的这些，自己将会是彩金的丈夫。扰乱了彩金的心。这边惠正宫在皇帝面前请求追封先皇太子孝烈，开始在皇宫中建立起自己的势力。彩金还是每天都在焦急地等待信的消息，信也一直没有给他回过电话。彩金因此还生了病。终于信回到了皇宫，彩金看到他委屈地痛哭起来。信的朋友奉劝孝陵整理好自己的感情，把这次泰国游当成是他和信的离别之游，还说信也是这样认为的。可是孝陵并没有当回事，坚定着要夺回信。宫里，内官为信准备了送给彩金的礼物，信悄悄地放在彩金床上。彩金开心地拿着项链来找信，让他帮自己戴上。结果信嘴硬地说这是宫内官准备的礼物，让他去找宫内官戴项链。气得彩金拖着人形玩偶又暴揍了一顿。无聊的宫中生活病，不能打败乐观开朗的彩金。这天他想骑马，可是教骑马的老师不在，工人们极力阻拦，彩金还是坚持的上马，结果和一名陌生女子相撞。事后才知道自己撞到的竟然是皇太子信的姐姐惠明公主。好久没见到姐姐的信十分高兴，表现出少有的温柔。这晚彩金因为绿说过她曾经是绿的未婚妻，于是跑来问信这事是否属实。结果因为信的床太暖和，自己感冒也没好，于是躺下就睡着了。信看着彩金睡着的样子，忍不住亲吻她。结果皇后此时大发雷霆，得走了进来支走了彩金。原来惠正宫的亲信把在泰国拍到的信和孝陵在一起的照片刊登到了泰国报纸上。彩金看到报纸，回想起自己为了等信从泰国回来，彻夜难眠，茶饭不思。可是信却和孝陵在泰国过得开心快活。当时那么担心信，现在看来真是一件很傻的事情，感到自己可悲又心酸。此事过了几天，事情没有被平息，反而发酵得越来越。在学校里，同学们也都在谈论此事。彩金见到孝陵，想问个究竟。彩金万万没想到，孝陵态度超强硬，说他对皇太子妃的位子不感兴趣，他只想得到信。正生病的彩金听了这话，直接在朋友面前晕了过去。信赶过来把彩金抱走。孝陵看着信连一眼都不给自己，心里开始不安。回到皇宫，信没日没夜地照顾彩金。姐姐来安慰他，跟信谈起孝陵和彩金的事。姐姐直言信已经喜欢上彩金，信还是嘴硬不肯承认。绿来看望彩金，看他勉强振作的样子，告诉彩金希望他不要再生病，自己也会心疼。彩金一时无言以对。信进来看到两人在一起，赶紧把彩金拉走，奉劝绿别总往这儿跑。信一直担心彩金的病没好，把彩金的父母请来皇宫看望他。彩金非常开心，终于肯吃饭了。父母想带彩金回家养病，但被信阻止。信说现在保护彩金的是他，不是岳父岳母。彩金在房间听到信的话，气得不行，凭什么信想见谁就见谁，自己却要受他管束。信其实是怕，如果彩金一旦出宫，就不会再回来。绿看着手上的照片，担心亲密照泄露后彩金更受伤，劝母亲暂时别流出照片，如果要流出来必须自己来。信看着还郁闷的彩金，解释自己还是皇太子，很多事不得随心所欲，但在2-3年后，他打算放弃皇太子的位置。彩金听后不可思议，这让他更不懂信到底在想什么，心里特别郁闷。惠正宫如火如荼的推进着追尊前太子的事宜，却发现皇后在背后阻挠，便把信和孝陵在泰国的事告诉了皇太后。原本这是宫里都瞒着皇太后的，皇太后听后怒不可遏，指责皇帝把自己当废物，决定亲自操办追尊事宜。这样惠正宫的第一步就顺利完成了。孝陵突然给信打了个电话，信就约他到图书馆见面。信说泰国之旅是给他的最后礼物，表示两人以后不要再联系。信和绿在皇宫相遇，此时两人已无往日亲近，只剩下明显的对立。彩金默默听完了整个过程，对绿的这种态度感到失望。太后原本打算让绿和信的地位相同，都设为太子，但绿却希望自己低一等，还说不想扰乱宫中秩序。惠正宫得知后大为震怒，指责绿错过了大好机会。在一个正式场合，皇帝在发表演讲时突然晕倒，太后立命皇帝去温泉行宫休养，让信负责所有政务。随着惠正宫和绿的进宫，新一轮的权力竞争开始。同时，为了皇室活动，皇太后带着彩金前往济州岛的博物馆参观。临行前，彩金为了给信带摄像机去济州岛，向宫内官后请示。彩金在信的房间发现了被珍藏的孝陵照片，彩金非常伤心，和信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皇后见状劝儿子好好和彩金相处，信于是把满满的日程往后挪，前往济州岛和老婆解释。皇太后带着他们俩开车出游，路上信和彩金使尽浑身解数取悦皇太后，皇太后玩累了在车上睡着，两人坐下来，信向彩金道了歉，但并没有详细解释。
他希望能够退位，这样彩镜就能一直陪在他身边。回到皇宫之后，彩镜问信，没有他会不会很无聊？信肯定地说自己肯定会感到空虚。惠正宫已经升级成太后，他今天派人来召见彩镜，但是站在皇后一边的崔上宫不肯放人。太后知道后非常生气，她直接找到彩镜，当着众人的面教训彩镜不能忘记自己的本分，还让宫人把彩镜最近学的书都拿来，他要亲自考彩镜。幸好绿知道后把彩镜救了出来。皇后对太后的这一举动很是紧张，在惠正宫的指示下，现在泰国的事情在韩国被曝光了，皇室承认内部召开了紧急会议，他们正在寻找应对这一事件的策略。傍晚，不知为何信被要求喝下中药，彩镜也被彻底检查了一番，最后在宫人的陪同下到了恩爱阁。彩镜迟钝地发现了现场，布置的和他们结婚时一样，他终于反应过来，原来这就是皇室成员的应对方案。宫人们怕他们害羞，把地暖关了，准备的电热毯也是单人的。与此同时，绿从母亲那里得知这件事，焦虑不安，担心绿会做出冲动的事，母亲甚至将她锁在房间里。另一边，随着室内温度越来越低，信已经忍不住了，脱下衣服钻进被窝，但彩镜就是不愿意躺下。信以为他是怕自己会对他做些什么，经过再三追问，彩镜终于说出了原因，他不会剪头发，头发上那一大坨怎么睡觉？信叫他过来做，彩镜口头上不愿意，但身体却很诚实。在信帮他解开头发时，他幻想着信会将他扑倒，他嘴上说着不愿意，但脸上的表情却非常陶醉。彩镜的头发上不知沾了多少胶水，信用尽全力也没能把它弄下来。头发终于解开了，彩镜却死活不愿脱外套，两人在屋里吵了起来。屋外却坐着一群宫女，宫女们听着里头的争吵，脸红耳热，还误以为是十全大补汤发挥了作用，确实有那么一点效果。信听到彩镜脱衣的声音，忍不住咽了口水。美人已经躺在他身边，他感到全身火热难耐。信想趁机与彩镜亲热，毕竟一切都准备就绪，但彩镜拒绝了。几年后，他们即将离婚，他想把第一次留给真爱。既然彩镜这么说，信也只好作罢。少女的气息时刻诱惑着信，信只好起身运动，发泄多余的精力。彩镜也跟着一起做运动。宫女们听到彩镜的尖叫声，心跳加速，她们以为里面发生了什么激情的事，却不知道彩镜和信只是在玩游戏。他们的对话太容易引发误会。女官将这些情况报告给了皇后和太后，两位高兴地相视一笑。他们乃知信正搂着娇妻数绵羊，终于度过了漫长的一夜。第二天一大早，绿急匆匆地赶来，询问彩镜昨晚是否出了什么事。听彩镜说昨晚什么也没发生，绿激动地抱住了彩镜。这时信怒气冲冲地推开绿，宣示主权。绿向彩镜表白，一开始是不甘心彩镜成为信的妻子，渐渐的真心喜欢上了彩镜。彩镜急忙劝解绿，事已至此，无法回头。绿误以为彩镜担心外界的非议，强硬地表示要为彩镜创造一个无非议皇室。彩镜听后感到无奈，为了绿的未来着想，善良的彩镜最终决定狠心，放弃宫妃的身份，让自己远离绿。彩镜回到宫中，在房间里看到信和孝琳的合影，这让彩镜十分受打击。皇后也收到了相同的照片，担心照片一旦外泄会有不可预见的后果。原来这一切都是惠正宫的策划，决定拿照片开启一场战役。学校里的一角，绿看到彩镜依旧不搭理自己，于是恳求彩镜还是像以前当朋友一样和自己相处，自己愿意慢慢等彩镜的心情好转。看着彩镜闷闷不乐，绿决定带她出去散心。两人来到河边，大声喊叫发泄郁闷。彩镜想起照片，伤心落泪。随后两人在游乐园里开心玩耍。绿看到时间不早，提议一起回宫。彩镜却提醒上次回去一起挖了顿训，所以这次让绿先回去，彩镜则独自去逛街，把自己当成普通人一样。信得知彩镜很晚还没回来，在他房间看到了自己的照片，意识到事态严重，于是和绿急忙到处寻找，最终绿找到了彩镜。信通过监控看到这一幕，赶来之后猛地给了绿一拳。信把彩镜带出来，终于向他表白，希望彩镜不要离开他。信对绿使用暴力，再次引起皇宫的震动。惠正宫向皇后发誓，绝不会就此罢休。皇帝本在行宫休息，听闻此事，立刻回宫传唤信。没想到信表现得若无其事，还说皇太子的位置不是只有他能坐，这让皇帝非常生气。为了减轻负面影响，惠明公主建议皇太子夫妇自然参加聚会，展示皇室的清白。于是皇太子夫妇参加了。第二天的博物馆开幕活动，优雅的小提琴演奏成了彩镜的催眠曲。为了提起精神，彩镜去卫生间清醒一下，不料高跟鞋突然坏了。信察觉不对劲，去卫生间找他。在信的帮助下，彩镜成功解决了这个麻烦。出门时被记者围堵，他们提问关于信对绿使用暴力的事，信巧妙地回答了记者的所有问题。记者请求两人摆出恩爱的姿势，以便用于第二天的报道。信就直接吻了彩镜。同时感受到皇宫内的紧张气氛的皇太后特意准备了所有皇室家族一起共进晚餐的机会。在晚宴上，皇太后说既然信都结婚了，绿也应该考虑这件事了。绿说自己心里已有所爱。这时彩镜不慎咬到了舌头，信正要去拿药，绿却先一步拿了冰块给彩镜。这一幕让所有人都很惊讶，
饭后，皇后找到绿，劝他这世上最不能掌握的就是缘分，这是不能强求的，强求只会带来痛苦。绿陷入了沉思。皇后说自己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10多年前宫里也发生过类似的事，她指的是惠正宫当年的事件。当时的皇太子意外去世后，皇帝发现惠正宫在2个皇子间游走，非常愤怒，下令他离开皇帝并出国。这次难得的家族聚会也拍了合照。活动结束后，信听彩镜说，成为一家人还感觉不真实，于是他带阔镜离开了皇宫，两人开始了甜蜜的蜜月之旅。他们先在海边玩耍，随后带着彩镜来到了皇室成员夏季避暑的夏宫。信本来想好好享受风景，但彩镜此时肚子饿了，无奈之下信只有带着。彩镜又来到了超市购买食材，两人一起做了晚鸡。吃饭时，信希望他们能够白头偕老。彩镜问他是不是又怕无聊，这次信否认了，他说因为与你在一起很快乐。晚上两人自然的同床共枕。信原本计划带彩镜去看日出，但外面突然下起了雨。彩镜在车里向信表白了。孝琳回忆起和信的浪漫时光，在校园里碰到了信，问他是不是已经喜欢上彩镜了。信坦白了自己的感情。孝琳想起信求婚的场面，心里酸酸的。另一边，感情正升温的两人正在开心的闹着玩，同学们突然慌了起来，原来孝琳吃药自杀了。彩镜感到非常内疚，绿趁机劝彩镜放弃信，让孝琳回到信的身边。绿的话让彩镜久久不能平静。皇后那边终于查清了惠正宫的动向，开始制定对策。惠正宫得知孝琳因信住院后，劝孝琳想办法把信拉下皇太子的位置，这样彩镜就会离开他，到时信就会属于孝琳一个人。孝琳因此更坚定了追求爱情的决心。惠正宫把这件事公布在了报纸上，并让信任之人送到皇太后那里。没想到打击太大了，皇太后直接晕倒了。皇帝严厉要求信解释这件事，信无话可说。信出宫后去见孝琳，孝琳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对信造成了多大的伤害。信正准备回宫的时候，朋友打来电话邀请他去酒吧。信一离开，他的朋友在酒吧和人起了争执，这件事被别有用心的人报道了。报道称皇太子参与了暴力事件，皇帝紧急召见局长，请他帮忙压下这件事。彩镜终于见到了消失了一整天的信，埋怨信总是自己扛所有烦恼，不和他分享。信感动地抱住了彩镜，并向彩镜求助，如果将来他不再是皇太子，希望彩镜仍然能留在他身边。同时，皇后发现了惠正宫利用孝琳的计划，她把孝琳约到皇宫见面。皇后提议为孝琳成立一个后援会，支持她实现芭蕾舞梦想。原来孝琳家庭条件并不好，她的芭蕾舞课费一直由老师垫付。孝琳终于放下了心头的执念，她是个关键的棋子，但她不会就此放手。绿的计划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宫内宫外的势力都在忙碌着。绿的生日到了，他邀请了皇太子夫妇和他们的朋友一同庆祝。彩镜驾驶妈妈送的车，带着朋友们终于抵达了派对地点。在聚会上，彩镜和信的亲密举动让绿很是不爽。彩镜准备去洗个澡，不料听到了信的声音，他赶紧找地方躲起来。藏在衣柜里的彩镜找不到合适的时机出来，他还在想，如果这时候出去，万一看到了不该看的怎么办？在狭小的空间里实在是难受。彩镜最后还是决定出来。信被吓了一大跳，他以为彩镜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信的表情几乎是绝望的。与此同时，在惠正宫和绿的策划下，皇家开始对信的皇太子资格产生了疑虑。皇帝也开始思考，谁更适合成为他的继承人。晚上到了，绿吹熄了生日蜡烛，大家一起举杯庆祝。不料信对桃子味的香槟过敏，幸好孝琳及时阻止了他。彩镜意识到孝琳比自己更懂信，他感到非常难过。然后他又听到信和孝琳在讨论几年后去留学的计划。彩镜误以为信的未来没有他，他感到更加伤心。但信后来的话，彩镜没有听完就走了。信说他已经找到了比梦想还珍贵的人，两人因此产生了误会。快要毕业了，大家都在畅想未来，彩镜心神不宁，不小心烫伤了手。绿带他去找冰块，不幸的是庞福彩镜摔倒了，绿为了保护他受了伤。彩镜自责不已，绿希望他接受自己的礼物，随即亲吻了他。信目睹这一幕，内心的嫉妒再次被点燃，他一把拉走彩镜。彩镜心里一直耿耿于怀信的留学计划，告诉信2、3年后他将离开，去和他喜欢的人在一起。信情急之下吻了彩镜，告诉他他才是她的丈夫。回皇宫后，信发现彩镜还在生气，感到非常内疚，想要向彩镜道歉，但彩镜断然拒绝。两人的矛盾愈发加深。彩镜觉得自己在陌生的宫中与信日常相处，不知不觉变得依赖他，开始怀疑这是否真的是爱情。这时彩镜又听朋友说起，听说自己的父母以皇宫为靠山，得到了不少的好处，这让彩镜对皇宫生活感到厌烦。一天，信来到明善堂寻找彩镜，却意外发现了父亲和惠正宫的旧照和他们之间的情感纠葛。惠正宫一直利用这段情感帮绿铺路。放学后，彩镜特别想念和朋友们一起吃小吃，坚持和朋友们去吃炒年糕。信悄无声息地坐到了彩镜身后。这段平静时光没持续多久，记者开始围堵。信抓住彩镜的手，决定突围而出。路上看到彩镜思家的神情，
让彩静回娘家住一晚。理智的母亲劝她返回皇宫，回宫后被皇后严厉斥责。信的好意导致皇后的斥责，彩静因此感到深深的伤心，希望从信那里得到安慰。然而直男信安慰不了她，彩静不禁想起了绿，在心里将他和信做了比较。彩静和信大吵一架，决定离宫散心。路上偶遇绿，绿跟上前来安慰他。结果第二天就传出了关于太子妃和陌生男子的新闻，新闻越传越广，事情搞得沸沸扬扬。绿想到不久后有场直播专访太子夫妇，他建议彩静在直播中提出离婚，并说这可能是他离开皇宫的唯一机会。信将这次事件比作明善堂隐藏的秘密，就像父亲和惠正宫之间的秘密，他感到非常反感，于是下令重修明善堂，这让皇帝和惠正宫对信的不满加深了。惠正宫召见彩静，感谢他没有透露叶惠男子是绿，美化了自己离宫后的生活，让彩静更想离宫。绿也借此机会再次提出直播离婚的计划，彩静开始动摇。转眼到了直播的日子，绿在彩静上台前打电话给他，催促他一定要提出离婚。信及时赶到，拦截了这通电话。直播正式开始，信完全掌握了直播的节奏，完美回答了主持人的提问。但直播快结束时，彩静仍旧犹豫不决，还是说出了爆炸性的新闻。他表达了想要离婚的想法，信及时介入，趁机向彩静深情告白。现场所有人都被感动到落泪，但彩静的这个决定在宫中引起了恐慌和愤怒。看着彩静，信心里感到愤怒和悲伤。彩静开始后悔自己的选择，但她依然不确定信的话是真心还是演出。惠正宫为了平息事态，并防止绿被牵扯进来，告诉彩静戴罪西蒿，祈求皇帝原谅，力图让这件事得以平息。皇帝却要求彩静透露当晚的人是谁。彩静为了保护绿，始终保持沉默。她跪了整整1天1夜。太皇太后非常担心她的健康，于是召集所有人劝皇帝原谅太子妃，但皇帝依然坚持必须弄清楚宴会那男人到底是谁。绿看彩静那么辛苦，实在受不了，索性坦白那晚宴会的人是自己，还说自己早就对彩静心生好感。绿帝这番坦白终于让彩静得到了皇帝的原谅。虽然明白了绿的心意，皇帝为了避免家丑外扬，下令将绿赶出皇宫。惠正宫知道皇帝只惩罚绿，气得不行，他召集宗亲对皇帝施压，要求要么把皇太子妃废除，和绿一起驱逐出宫，要么就把他们都留下。如果不同意，他就把这事公之于众，还要求重新调整皇室地位。信找到惠正宫警告他，如果彩静受伤，惠正宫得付出巨大代价。信的警告未能阻止他的野心，反而让他更加坚定。彩静不想自己的事让别人受伤，理想与现实差距太大。听说自己即将被废，他准备坦然接受。信了解彩静的选择，心痛不已。彩静找到绿告别，绿以为离宫后可以和彩静在一起，但彩静说以后不会再见绿。彩静面对皇帝，请求他宣布废妃的旨意，他无法再做太子妃。正当信难过时，突然收到彩静发来的紧急短信，他急忙赶往绿的住所，不料那里突然起火，同时有人潜入彩静的房间，将最初的短信删除。信成了这场火灾的主嫌。尽管信辩称自己是清白的，但所有证据都不利于他。彩静知道信是无辜的，但无力帮助，极为痛心。太皇太后问彩静还想不想离宫，彩静说自己很迷茫，她不该提出离婚。太皇太后安慰彩静，你还年轻，犯错是难免的，关键不在于犯错，而是有勇气承认并改正。彩静终于明白了自己的真心，她向信倾诉了自己的感受。她能留在宫中全赖于信，所以她决定留在信的身边，即便他可能失去太子的地位。两人释怀前嫌，解开了所有误解。有了彩静这样的信任，信再也不感觉孤单。面对调查，他也能从容不迫。绿发现纵火全是母亲策划的，但事已至此，无人能挡他的野心。在他操纵下，皇室危机四伏。皇帝决定送彩静出国以平息风波。彩静作为皇太子妃，觉得应该为皇室做些贡献，为了皇室也为了信，他听从了长辈的安排。信得知后极力反对，但彩静想保护他的家，现在皇室就是他的家。彩静想在离开前让信看到他从前的生活，于是他们抛开身份，开始了普通人的甜蜜约会。这成了电影中最经典的一幕。两人在人群中突然相吻，纵火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在惠正宫的操控下，真相却被扭曲成信是幕后黑手，信因此陷入被追捕的境地。彩静也即将出国，经历了这么多事，两人的信任与关心更加坚固。信把惠正宫和皇帝的旧照与信件给绿看，绿知道母亲背叛了父亲，让自己成皇只是他的野心，心里非常难受。虽然彩静知道信会被带走，亲眼目睹又是另一种感受。绿看着彩静和信深情相拥的背影，终于举行了记者发布会。为了保护母亲，他向记者坦白自己是纵火的主谋。惠正宫得知后，本想自杀了结一切，但为了绿，还是选择回来了。他们最后永远离开了皇宫。彩静在澳门适应得很好，生活得很自在。信把皇位让给了他的姐姐，然后他也来到澳门和彩静重逢。虽然他已经不是皇太子了，他有点担心，不知道彩静还会不会像以前那样爱他。太皇太后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戒指，鼓励信要勇敢向彩静表白。但彩静接过戒指后，
说他需要时间考虑。第二天，信看到戒指盒子，误以为彩晶拒绝了他，他心里觉得很失落。没想到彩晶已经在车里等他了，他让他帮忙解开他的围巾。在那一刻，两个相爱的人，在太皇太后和崔尚宫的见证下，在教堂举行了一场真正的婚礼。故事也在此刻画上了圆满的句号。